时间拨回1980年，墨西哥靠着新挖的超级油田风光无两，人均 GDP 是韩国的2倍。他们的总统在电视上喊话说：“同胞们，准备迎接泼天的富贵吧！”结果2年后，国家就宣布破产了。而40多年后的今天，当年做低端代工的韩国，人均 GDP 已经反超了墨西哥2倍，而墨西哥自己却已经深深刻上了毒品、恐怖组织与腐败的烙印。然而，这个沉寂许久的国家这2年好像又火了。借着美墨加协定的东风，墨西哥拿下了创纪录的409亿美元境外投资，马上还要和美加联合举办世界杯。全球最大的乐高工厂、特斯拉超级工厂、苹果核心供应商全都在向这里疯狂砸钱。这是真的要起飞了吗？还是又一场大起大落的100年轮回？大家好，我是小李，今天我们来尽调墨西哥经济。正如同拉美大部分国家，墨西哥的历史也带着浓浓的金字塔烙印。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小李的这期拉美经济。篇幅原因，今天这篇就不再展开论述，我们重点看今天的经济数据。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墨西哥早在1994年就已经一脚踏进了 OECD 这个富国俱乐部，但30多年过去了，关于墨西哥到底能不能成为发达国家这个问题，就好像永远差了最后一口气。我们用国际上相对权威的3个门槛来比一下。第一，世界银行的高收入分类要求人均国民总收入要超过13935美元，而墨西哥即将擦边过线。第二，联合国的人类发展指数要达到0.8，而墨西哥是0.789。第三是 IMF 的先进经济体名单，它看重金融深度和产业升级，墨西哥可以说近在咫尺。再加上近岸外包的历史级大风口，苹果、特斯拉排着队进驻，蒙特雷的工业园都开发到快没有地皮了。新总统上台直接甩出宏大的 Plan Mexico， 扬言2030年要成为全球第10大经济体。墨西哥要成为发达国家，好像一直是一件理论上可行的事情。好牌、好位置、好时机、好数据，听起来墨西哥这次是真的要翻身，要复刻韩国的奇迹了。但现实往往专治各种理论上可行。我们继续拿出常用的全要素生产率公式，一个国家的产出靠的是资本、劳动力以及最重要的技术与制度效率。现在的红利确实给墨西哥硬塞了海量的资本和巨大的就业，而它真正做好承接这一切的准备了吗？它的核心效率真的达标了吗？接下来我们就顺着这个公式来逐一诊断毒死墨西哥晋升发达国家的4大现实困境，以及一个游离在这个公式之外的致命黑洞。我们频道老观众请回答一下，一般来说发展中国家想要出头的常规路径是什么？比如日本，比如韩国。翻看过去几十年的剧本，这些国家都跨过了同一道坎，就是技术升级。日本从给美国做收音机代工到造出索尼、丰田，韩国从给日本做服装代工到造出三星、现代，从我只会拧螺丝进化到了我掌握了这台机器的核心技术，再到最后变成我能定义下一代机器。经济学管这叫爬产业链，这是通往发达国家的关键入场券。那墨西哥拿到这张入场券了吗？来，我们围着墨西哥转一遭，看看它现在爬到哪一步了。第一站是墨西哥的北部边境小城蒂华纳，每天清晨这里都有几万工人涌进工业园。美国每5台电视就有3台是在这儿组装的，这是妥妥的世界电视组装之都。但诡异的是，整个蒂华纳没有一家墨西哥本土的电视品牌。第2站，我们再来转到中部城市蒙特雷，这里是墨西哥的汽车心脏，它的汽车出口量世界第3，碾压法国和英国。但同样的怪事发生了，墨西哥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汽车品牌。一辆贴着 Made in Mexico 的汽车，真意味着它拿捏了汽车工业吗？来看最硬的指标 TFP 全要素生产率，它不看你堆了多少厂房，雇了多少廉价劳动力，就看同样的人和机器，你到底有没有技术溢价。过去30年，全球制造业大洗牌，中国的 TFP 大幅上升，实现产业跃升。印度也在艰难的向上挪动，韩国靠 TFP 完成了发达国家的临门一脚，只有墨西哥在开倒车。这说明墨西哥拧了几十年螺丝，啥也没学到。这是为什么呢？从数据来看，墨西哥属于国家在躺平，企业也在装睡。想爬产业链，必须花钱造未来，也就是要看研发投入。墨西哥的研发投入占 GDP 比例只有 0.27%， 是中国的1/10，美国的1/13，在所有发达国家预备役里垫底。更要命的是，这个数字还在持续下降。这就好比你天天喊着要考清华北大，结果不买练习册，只喊口号，那你拿什么考呢？你可能会说，国家不投，企业可以自己搞研发啊。但数据告诉我们，墨西哥90%的企业都是不做大、不做强、不做研发的。这可不是我在瞎编啊！你看，在墨西哥做生意，开一个雇5个员工的小餐厅，几乎没有税收。但你一旦做大，雇到50人以上，就必须正式注册，缴纳30%的企业所得税，加上社保和合规成本，利润瞬间被切掉一大半。但你听到这，可能就会说了，这不就是
小微企业税收减免吗？大企业交税有什么不对的？但在墨西哥还真不是。在正常国家，你合规交税、扩大规模，可以换来银行的低息贷款、完善的法律保护，是你一路做大，甚至去挑战行业巨头的机会。但在墨西哥呢，你做大了，先盯上你的是地方黑帮和卡特尔，就算你交了税、交了保护费，想再往上走，等你的还有10几个家族财团。墨西哥几乎所有的暴利和刚需行业都处于被垄断的状态。卡洛斯·斯利姆一度控制全国80%的固网电信，2家巨头瓜分了95%的电视收视。所以墨西哥经济是一个极其极端的哑铃型结构。哑铃的一头呢是一大半干脆不进入系统、永远长不大的微型作坊和地摊儿；哑铃的另一头呢是10几个垄断巨头躺着收钱，根本不需要搞高风险的研发。他们也牢牢把墨西哥焊在了全球产业链的最底端。但你可能想问，没有高科技，靠人多不行吗？毕竟很多人看好墨西哥，还因为他手里握着一张听起来稳赢的王牌，叫做工程师红利。2012年9月，时任墨西哥总统卡尔德隆在一次公开讲话中，骄傲地宣布了一个数字 ：We also double our bet in our own people by building. 96 was the figure last year, and today is 140 new public universities. And today, more than 113,000 engineers graduate each year in Mexico, a higher figure than in Germany, Canada, or Brazil. 而且在他的任期里，也确实铁了心要搞工程师军备竞赛。他一口气新建了140所高校，其中120所专门培养理工科人才。咱频道老观众都知道理工科人才有多重要，但现实却很打脸。一份调查报告里提到，68%在墨西哥经营的企业都在抱怨在这里招不到合格的专业人才。说直白点就是，觉得你培养的人才质量太差了。这又是为啥呢？我们从墨西哥的教育体系里可以看到2个漏洞：第一是有数量没质量。我们来看看卡尔德隆说的10几万人是什么画像。有一个叫 PIC 的权威测试，专门评估15岁左右学生的学习能力。墨西哥这个年龄的学生数学平均分只有395分，比 OECD 发达国家平均线整整低了77分，换算成学业进度，相当于落后了整整2到3年。换句话说，就是底子太差了。那再看他们之后去的学校，在 QS 世界大学排名前500名中，墨西哥仅有2所高校入榜，而卡尔德隆进了那140所学校，定位呢是3到4年制的速成应用型，是为工业界批量培训技术工。简单理解就是对标的美国的社区大学。你让他们一毕业去搞高端芯片设计，去写底层核心算法，确实太为难人家了。所以这10几万工程师里，大部分其实被培养成了懂一点英语的高级装配工，适合干代工，却没有能带头独立搞研发的领军人才。数据也是最诚实的。1960年，墨西哥人口大约是韩国的1.5倍，现在已经变成了2.5倍，但专利产出只有韩国的零头。那第二个漏洞是最聪明的人全跑了。你说墨西哥这么多人，有没有真正能打硬仗的顶尖天才呢？肯定有，但他们不在墨西哥。根据墨西哥国家人口委员会和美国人口普查局的联合数据，所有拥有博士学位的墨西哥公民里，整整1/3现在定居在美国。为什么呢？看看边境两侧的工资差就明白了。在墨西哥本土，起薪最高的专科医学毕业生拼死拼活，一年赚约3万美元。但边境对面，旧金山一个没有大学文凭的底层技术工，年薪是7.3万美元；硅谷一个中级软件工程师，年薪是10万到15万美元，整整10倍的工资差。如果你是墨西哥最聪明的脑子，你会怎么选？当然，他们也不是没有人才回流，比如号称墨西哥硅谷的瓜达拉哈拉，但这里和班加罗尔或者中关村有着本质的区别。对英特尔、甲骨文这些跨国大厂来说，这里不过是离美国更近、成本更低的远程外包基地，核心架构和代码设计依然在母国，留在这里的依然是后期测试和日常维护的活儿。韩国当年走的是先建蓄水池，再放水。朴正熙政府先用强烈的产业政策，在市场上铁腕逼出三星、现代、LG 这些本土工业巨头。三星要造芯片，现代要造车，自然催生出了成千上万个真正的高端研发岗位。有了这个巨大的产业蓄水池，国家再顺理成章的扩张大学，重金把海外博士请回来，产业和人才才能严丝合缝。而墨西哥走的是先放水，却没有建池子。学校建了140所，每年13万工程师像自来水一样哗哗直流，但由于缺乏本土产业链去支持，本地呢根本没有能接得住这些高薪研发岗位的大厂。最后这就变成了一个让墨西哥政府吐血的恶性循环。本来技术就差，培养出了人才，跑了头也不回，即便有人回来，本地也只有低附加值的组装环节，没人也没技术，那还有啥？哎，对了，就是开头提到的铺天盖地砸向墨西哥、刷新历史记录的外资热钱。那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资本真能成为打破这个闭环的解药吗？
2025年，墨西哥的外国直接投资创下了409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在全球发展中经济体投资整体下降2%的大背景下，墨西哥逆势暴涨了10.8%。但奇怪的是，同年墨西哥的公共投资却暴跌了28.4%，创下了1990年以来的最大跌幅。怎么外面的人排队送钱，本地的投资反而崩了？你仔细一看会发现，这409亿里接近80%根本不是外资带来的新钱，而是已经在墨西哥的跨国公司把赚到的利润又倒了一手，投回了自己的厂房。真正新流进来的资本只有可怜的18%。这就意味着跨国公司随时可以把这笔钱撤走，只要总部的董事会决定提高股息分配，这些利润就会一分不剩的被汇回母国。经济学上有一个专门的术语来形容这种现象，叫做外资飞地经济。之所以叫飞地，就是为了突出外资在这里一片繁荣，但跟本土经济基本不发生任何互动。不信的话，咱们拿一辆贴着 Made in Mexico 的福特汽车举例，它的钢板来自俄亥俄州，发动机来自密歇根州，变速箱来自印第安纳州，芯片来自德州，软件来自加州，设计来自底特律。最后卖车的利润回到了福特总部，墨西哥则是贡献了几个工厂车间，加上几百个熟练的组装工人。这种飞地经济的终极形态就是墨西哥沿边境排开的出口加工厂，这些厂房不仅利润全归美国总部，甚至连工厂的 IT 系统、银行账户都设在美国。工厂的总经理每天早上在加州喝完咖啡，开车跨过边境线来上班，晚上再回加州睡觉。你可能会问，当年中国、越南、日本、韩国很多国家也是从接外资、做代工或者引进技术开始的，怎么人家就能搞出产业链升级呢？这就是差距所在。比如当年中国引进一家上海大众，就产生了巨大的涟漪效应，硬生生拉起了400家中国本土的汽车零部件供应商，完成了汽车产业链的底层蜕变。三星去越南也带起了210家越南本土供应商，让本地企业真正挤进了全球供应链。再往前看，战后的日本靠着引进美国技术，硬是逼着自己建立了庞大的本土分包体系，像丰田周围硬是汇聚了成千上万家日本本土的零部件小巨人。而韩国当年建立浦项制铁，更是凭空用一家钢铁厂砸出了整个韩国造船、汽车等重工业的本土配套生态。那墨西哥到底为什么做不出产业升级呢？一个是咱们刚刚说过的，墨西哥90%的企业都是非正规的，在街边摆摊或者小作坊式的微型企业，可能连账本都记不明白，怎么去搞产业升级呢？第二个是当年中国、日本、韩国能玩升级，底牌是国家可以通过产业政策给外资提条件，你想进我的市场，就必须用我本土的供应商，必须转让技术。但这套玩法在墨西哥是不合法的，因为根据美墨加协定的约定，墨西哥绝对不能随意要求外资搞技术转让，也不能硬性规定本土采购比例。这就等于说，墨西哥把自己的大门彻底打开了，却没有留任何一套机制，能把外部流进来的资源转化为本土产业升级的动能。整个墨西哥看着轰轰烈烈的外资繁荣，最后只是像了那一排在流水线上拧螺丝的疲惫身影。那么这个国家难道没有尝试过去打破这个僵局吗？那群辛辛苦苦工作却只能拿着微薄月薪的年轻人，他们的未来又在哪里呢？如果你打开任何一篇看好墨西哥境外外报的文章，都会引用库克或者马斯克的一句话：墨西哥太年轻了，平均年龄只有30岁，相比于美国的39岁、中国的40岁、德国的45岁，墨西哥看起来就像一个浑身有使不完劲的小伙子。但这可能是关于墨西哥最大的一个谎言，它的人口红利非但没有爆发，反而正在被快速偷走。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在2025年1月发布了一个让整个拉美经济圈沉默的报告。目前墨西哥的生育率已经跌到了 1.9， 直接低于了维持人口规模不萎缩的人口替代水平。更紧张的是，墨西哥国家人口委员会算出了一个精确的生命倒计时，2030年就是墨西哥人口红利的终点。仅仅5年后，墨西哥60岁以上的老人数量将正式超过14岁以下的年轻人，到时候60岁以上的老人将占到总人口的21.1%。到了2050年，墨西哥的中位年龄会直接飙升到43岁。而一个国家想要完成工业化、彻底变富，通常需要40到50年的人口红利窗口期。韩国从1965年到2015年，日本从1950年到2000年，都整整熬了50年。而墨西哥的窗口期从1995年开始到2030年结束，满打满算只有35年。更要命的是，在这宝贵的35年里，墨西哥几乎什么都没做。它没有像韩国那样借着年轻人口逼出三星、现代，也没有像日本那样升级到高端制造。它只是把大门打开，任由外资飞力吸血。问题是，人口增长开始乏力了。1960年的时候，一个墨西哥女性平均是6.8个孩子，到2025年，断崖式下降了72%，只剩1.9个。这就导致了发展中国家的终极难题：未富先老。窗口期只剩最后4年，但产业升级的影子都看不到。那么问题来了，墨西哥人为什么突然这么不愿意生孩子了？这事儿得从2个很底层的变化说起。第一个变化是天主教的影响力在快速消退。墨西哥曾经是世界上天主教信仰最深的国家之一，直到上世纪后半叶，墨西哥人口里超过90%的人都是天主教信徒。而天主教有一个传统观念，孩子是上帝赐予的礼物，来多少接多少。这套信仰在相当程度上支撑着墨西哥几十年的高生育率。但过去20年，这个比例从88%跌到了77%。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有15%从小被当作
受天主教徒抚养长大的年轻人，成年后选择了无宗教信仰。这批人是谁呢？恰恰是25到34岁之间受过高等教育、住在城市里的年轻人，也就是当下生育的主力军。墨西哥政府过去几十年产假体系不完善，公共托育资源严重不足，母婴福利几乎是空白。以前有宗教和家族文化兜底，政府可以不管，但现在这两块支柱都在动摇，政策却还没有来得及补位。第二个变化是城市化进程把墨西哥特有的大家族网络给拆散了。墨西哥文化里有个词叫 familyismo， 家族主义，家族的利益高于一切，多代同堂，大家庭动辄10几口人住在一起。这种结构有一个外人不容易注意到的功能，它是一个自发运转的分布式托儿所。妈妈去上班了，七大姑八大姨爷爷奶奶都在家，孩子顺手就给带了，生养成本极低。在这套系统里，多生几个孩子并不是负担，反而是一种资产。但禁恩外包热潮带来了大规模的人口迁徙。一个从南部帕恰斯州农村出来的年轻女孩，为了去边境的跨国工厂打工，只身搬到了蒂华纳。她背后那张庞大的家族网络留在了几千公里外的老家。本在蒂华纳的是高效率的工业区、出租屋，还有轮班制的流水线。家族主义养活了几代人，但现在却在一张张车票、一份份工厂合同面前悄悄解体了。所以多股力量叠加在一起，生育率就这么跌下来了。当年轻人口即将在2030年迎来终结，墨西哥这个被全世界寄予厚望的明日之星，究竟要靠什么撑起它庞大的国家运转？而那些被困在飞地与老龄化夹缝中的底层人，会走向怎么样的平行世界呢？好，前面我们聊了技术、人才、资本，这些都是在台面上的故事，但在台面之下，它藏着一个不在新闻里、不在数据里的第二个墨西哥，它更大、更真实，但更没人愿意提。这里有将近3300万非正式工人构成，他们没有合同、没有保险、没有任何税收记录。你可能会觉得，这不就是穷人摆地摊打零工挣点辛苦钱吗？这跟宏观经济有什么关系？但当一个国家有一半的劳动力完全游离在法律和警察的视线之外时，会发生什么呢？这3300万人既然不受国家的保护，自然就成为了最完美的猎物。1919年，社会学家韦伯写下了一个流传100年的定义：现代国家。他说，只有国家可以合法使用暴力，这个权利必须覆盖全部国土，通过法律、税收和行政把所有人纳入国家系统。如果用这把尺子量墨西哥，你会发现他一条都没做到。为什么呢？因为有另一套系统悄悄把这3件事给接管了，他们就是卡特尔。很多人听卡特尔脑子里还是毒枭里的画面，荒野里的毒品实验室，边境上的走私车队。但2026年的卡特尔早就不是这回事了。墨西哥卡特尔的年收入已经接近400亿美元，是墨西哥国防预算的4倍，而且这还是已知的部分。更关键的是，这笔钱早就不靠贩毒来赚了。过去20年里，卡特尔的业务版图已经全面移出毒品、敲诈勒索、人口贩运、绑架、非法采伐、燃油盗窃，全都有他的手。我给你念份清单：第一个，牛油果。墨西哥是全球最大的牛油果生产国，出口额超过30亿美元。但卡塔尔为挣脱这条供应链打得头破血流，强占领地建果园，向每一个种植户收保护费。你在超市买的那颗牛油果，供应链里可能已经有卡塔尔的手。第二个是燃油，墨西哥市场上销售的燃油有20%到30%是被偷的，每3到5个加油站就有一个在卖卡塔尔偷来的油。第三个是木材，墨西哥50%到70%的木材是非法采伐的。卡塔尔监管了锯木厂，把非法砍伐的原木洗进了合法的建筑供应链。听到这，你可能还觉得这些不过是农业和资源行业的事儿，跟现代企业没关系。那我再给你看一组数据 ，ABC News 在2024年报道了美国商会的调查，45%在墨西哥经营的美国企业都曾受到过卡塔尔的敲诈勒索。将近一半受访企业表示，运输货车遭到过袭击，而他们可不是路边小摊贩，是正儿八经的全球500强，还有他们的墨西哥子公司。拉丁美洲最大的软饮瓶装上市公司 FEMSA 就因为遭到了威胁员工安全的暴力行为，在2024年关闭了他们在新拉雷多的所有门店。同一年呢，塔马利帕斯州商会联合会主席在电视采访里公开抱怨卡塔尔的敲诈。他说：“我们是犯罪集团的人质，收保护费已经成了这个地方的常态。”而他最终也在自己的办公室外被枪杀了。这不是1990年代，不是毒枭里的哥伦比亚，这就发生在2024年。你可能会问，政府呢？警察呢？军队呢？墨西哥的刑事惩罚率是1%左右，100件犯罪里高达98件，最终没有任何人被追责。2024年10月，墨西哥南部格雷罗州新任市长阿尔科斯在就职演讲里说，任内要重整警察队伍，清理腐败。然后上任仅仅6天，他被斩首，头颅被放在他自己的皮卡车顶上，送回市政府门口。这种事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卡塔尔用暴力告诉所有人，这块地方谁说了算？而且问题不只是警察打不过卡塔尔，根据多份调查和司法报告，一些州和地方政府本身就是卡塔尔权力结构的延伸，执法者和犯罪者之间的边界在某些地区早就模糊了。
还记得韦伯的那3个条件吗？现在墨西哥的真实情况是，在一些地方，卡特尔在决定谁能做生意，做什么生意，卖什么价格。卡特尔正在某些地方替代国家，成为真正的规则制定者。这就是影响墨西哥经济系统外真正的黑洞。好，说到这里，咱们回到开头的问题，墨西哥真的要起飞了吗？可能答案永远都是抛开现实，理论上可行。但凡深入扒开一看，就会发现现实的引力过于沉重，甚至不是因为不够努力。你看墨西哥现在技术没升级，人才在外流，资本留不住，人口窗口也快关了，还有半个国家活在系统之外，每一块短板单独拿出来都是硬伤，叠在一起就是一道很难翻越的墙。理论和现实之间的路还要走多久？屏幕前的你有答案吗？Hello，大家好，我是小李。如果你喜欢我的国家账本系列，请给我点赞、评论、收藏。我们下次再见，拜拜。